嘉豪装逼系统加载成功，宿主做出嘉豪行为便可收获豪气值。陆明，别装嘉豪了，怪兽来了，快跑啊！装，子涵，你看好了。 我有一豪客、豪仙、豪魔、豪天、豪来！怎么可能？陆明没有在装，我们都误会他了。这场雨让我的城市流泪。 让我的同学心碎，让城市流泪，这句话我这辈子都想不出来。快看，陆明又去淋雨了，他又嘉豪附身了。我听说一下雨，他就会想起死去的前女友。我知道我帅到了你们，但请不要吵到我，毕竟我的世界你们不懂。要不是这狗系统需要收集100豪气值才能激活，你们谁能消得了我？ 谁又能笑得了我？我们当然不懂嘉豪的世界，我们也不想懂啊。陆明，还不进去教室，非要在这丢人，就因为你咱们班都出名了。要不是班长，我都懒得管你。子涵，你是在故意引起我的注意。我承认，你成功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是怕你感冒影响学习。豪气值+1+1+1。这算什么？我以前失恋的时候，下着暴雨，撸着腹肌跑50公里，一点事都没有。这是什么雷霆发言？我这辈子都想不出这么好的台词。太好了，这谁绷得住啊？随便你，你爱怎样怎样。你不理解我是正常的，毕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 宿主豪走子涵，豪气值拉满，触发豪情在天，嘉豪装逼系统激活成功，发布任务雨中舞剑，并收获600豪气值，任务奖励斩天剑道。雨中舞剑，要不要这么离谱？我丢不起这人啊！提醒宿主一下，斩天剑道乃世间最强剑道之一。话又说回来，谁不想在下雨天来上一顿惬意的舞剑呢？ 天哪，他刚才差点劈了个叉吗？嘘，你快别看了，我看他连背影都在映衬。下这么大雨，他拿着扫把是想去打扫卫生？开玩笑，他可是嘉豪啊，不会是想……笑吧，都狠狠的笑吧，待会儿我就该笑不出来了。先至巅，20世剑。 先有嘉豪，后有天，我以豪名号令诸天。他这波装的，把我 CPU 都干烧了，好，太好了！连这天都在畏惧我，可惜这满天的脏水配不上我这把干净的剑。既然追求嘉豪，不如贯彻到底。落魄谷中豪风吹，春秋蝉鸣嘉豪归。岂不闻天无绝豪之路？天上剑仙300万，剑豪也得进一枚。好，来！这嘉豪在舞剑，我没看错吧？雨中舞剑，雅，太他妈雅了！古风嘉豪，这谁绷得住啊？快看，嘉豪的班长就在那儿呢！不行，以后我在学校绝对不能说认识陆明，怎么能丢人丢成这样？他们的嘲讽声好大，差点盖过了我的意志。我用答案
让你们的嘲讽变成崇拜！豪气值，加一加一加一！这就对了，豪气值，涨，给我涨！我来也！雅拉雅拉，小鬼可别一个人把风头出尽了。都是同龄人，我原本没想降维打击，奈何你抢了我的风头，那本皇只好出手了。呀！喂，小鬼，你看好了！怎么还掉出个真家伙？哈哈哈！还有我们！快哉快哉！黑虎操心，螳螂神拳，超行星燃烧，乌鸦坐飞机。我靠，还有高手！这是豪上加豪啊！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豪门？一班4至尊，不行，这班长我不能当了。豪气值加10加11加12。按这个速度，600豪气值，不要太简单。哼，哼，哼！雨中舞剑，这也是老娘的青春啊！红娘，你找到雨啸兽踪迹了？怎么盯着一个地方看这么久？队长，我正在找。通常来说，雨啸兽在的地方雨量会很大，京城大学附近正好在下大雨。雨啸兽可是高阶妖兽，绝不能让它撕破防线闯入人类社区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你怎么还在盯那儿？不对，这雨量不对，不是正常的雨量。不好，雨啸兽就在京城大学。不好，雨啸兽就在京城大学。如果雨啸兽进入学校，那里可是有几千名学生啊！所有人行动！好嘞，加号1分钟，我像是死了10辈子。兄弟，你这剑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七星龙渊吧？什么他妈七星龙渊？该死的，我竟然被他嚎到了！滚一边去！哦，你是怕你的剑伤到我？滚！你对我竟有如此敌意，呀啦呀啦，本胖皇懂了，你是想挑战本皇？小鬼，我接受你的挑战！通灵之术！什么玩意儿？难道他是被我的意志吸引来的灵兽？意志个蛋啊！就是怪兽，快跑啊！我操！拜托，不要留我一个人在这儿啊！你们的好治意志呢？我还不能走，我气质还不够，等他功亏一篑。怪物，跑，快跑啊！陆明，你到底在装什么？快跑啊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装家行？那可是怪物啊！真把自己当剑客了！我也想跑啊！任务马上就能完成了，加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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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功亏一篑？只要任务完成，就能礼物借到，到时候我就不信还砍不了这个怪物！啊！我靠！你看我干什么？追他们去啊！滚啊！还不走？他是在用生命装逼啊！牺牲生命坚持加好，就凭这份意志，即使他是伪豪，我也认他。完了，路被堵死，逃不掉了！谁来救救我们？有没有人？快了，快了！豪气值加一加一加一，总豪气值500。豪气值快破600了！靠，来不及了！我犊子这下跑都没得跑！哦，陆明，完了！畜生，放肆！
啊！赶上了！他们是什么人？战斗准备，保护学生！他们是飞下来的。新闻里说的超凡者是真的，我们有救了。这是个什么鬼？不愧是我的青春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坚持本心。豪气值加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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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目前豪气值563。这么多！看来实力越强，提供的豪气值就越多。他们也把当家豪了。这学生怎么还在舞？吓疯了吗？那位同学，请撤离到安全区域。还差一点，我拿什么撤呀？疯了，这是彻底疯了，还在坚持家豪，这境界我服了。目前豪气值612，哇哦！丁，新手任务完成。丁，新手任务完成，奖励发放，斩天剑道。总算结束了。不可能！我刚刚可是全力一击啊！全员最高警戒，这怪物不对劲。有他们在，我应该没事。系统，丁，获得奖励斩天剑道。斩天剑道真能劈开天！感悟斩天剑道雏形，目前入门。丁，因宿主建议获得突破，获得一次剑开天门。剑开天门，听起来好厉害。同学，这里很危险，快点离开！陆明，你还在装什么？赶紧跑啊！这是会要命的！我个扫把，以为自己拿的是剑啊？难不成家豪还想人前显圣？陆明，我们承认你帅，可耍帅哪里有小命重要？斩天剑道，只要我想，我便可以斩断一切。好不容易到我的回合了，结果你们让我逃，我拿什么逃？我看这次谁敢说我家豪！我看这次谁敢说我家豪！不对劲，这畜生不对劲。正常羽啸兽不可能这么大，我刚才全力出手，他只是受伤，这不符合常理。有点意思，所有人准备好。哼，还是我去看死这个怪物吧，顺带还能收一波豪气值。同学，赶紧躲到安全的地方去。靠，你干嘛？我要登场了！真厉害啊，这群人！从天上飞下来还能瞬移，这才是真正的高手，不像那个家豪就会在那舞剑，就是站在人家旁边拖后腿呢。陆明，你还不谢谢人家？要不是人家救你，你早就……多此一举，但我也能理解，毕竟主角都是最后登场的。不是人家救了你的命啊，你还在这儿装，真以为自己是个剑客，能杀了那头怪物吗？保护好学生，这头畜生我亲自来。你个畜生，还敢跑到学校里来！我靠，这也太帅了！这才是真正的战斗啊！我有一种直觉，这是属于我的战斗。要说前面他是豪，现在就是在纯装，你行你上啊！
就让你的脑袋也成为我的收藏吧。黑斩！赢了？不对，不，我的加好感应告诉我，还没结束。不对，还没结束。什么？该死！这羽销兽级别很高，不是我们能对付的。红鸟，队长，你还好吧？带学生们走！能走多少走多少，我来拖住他。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这局面的终局依旧要靠我打破。连那么厉害的人都打不过，陆明，你说你能打得过？别开玩笑了，好不好？完了，全完了！我还年轻啊，还不想死。陆明，你能不能别添乱了？一会儿人家还得去救你。怎么就没人能打过那头怪物？陆明，你疯了！疯的不是我，是这个世界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连那个人都不是对手，你一个普通人能干什么？去送死吗？我将为人类挥出一剑。什么挥剑？你就是个家豪啊！你到底在装什么？别去，快逃啊！我受够这个人了，为什么非要在这时候装？装能救命吗？装能让怪物消失吗？都以为我在装，都说我是家豪。世界以痛吻我，我却报之以歌。韩小姐，接下来的每一秒，你每眨一次眼，都是对我不尊重。看好了，这一毫会很帅。人类受死吧！吐人言，这得是多高级别的妖术！留你不得了，白斩！队长！不，我不想死，谁来救救我们？没想到我会栽在这畜生手里。那是那个家豪，他疯了，是去找死的吗？孩子，快走！不用，我来斩了他。连超凡者都打不过，你一个家豪能干什么？这孩子装逼装过头了吧？队长都打不过，你一个普通人拿什么打？人类想怎么死？刚才你为我挥剑，这次我为你挥剑。这孩子难道真被吓傻了？人类，我在跟你。好了好了，马上就要下课了，别耽误我休息。休息？你马上就要死了，能休息一辈子。人类，你成功激怒我了！完了，死定了！来不及了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温馨提示：我装逼的时候允许呼吸。我有一毫，豪仙，豪魔，豪天，我乃自在其一毫。好来！好来！
这怎么可能？下课。我靠！刚才发生了什么？那是陆明干的。陆明，他是仙人吗？他把天都展开了。那个被嘲笑半天的嘉豪，那个大雨里舞剑的人，一剑劈开了天空，还一剑斩杀了超凡者都打不过的怪物。这个学校有这么强的超凡者，他还只是个大学生。那一剑的威力，哪怕我榨干所有灵力，也不如那道剑气的1%。他究竟是谁？我爹娘，这个天门这么猛，一下子得了这么多好气质，爽啊！这又是个什么东西？好像没有敌意。我不是做梦吗？这又是什么东西？那一剑引发了天道眷顾，天道来给他送机缘了。可为什么天道会眷顾一名毫无灵力的普通人？难道他觉醒了？主宰序列！解开天门，这恐怖的剑道，这是剑君出世。这股剑气虽然像新生的，但层次极高，高到陌生。这分明就是传说中的剑君。此时有诸多天赋序列，数字越靠前越强。序列31到80，高维序列序列11到30，超高维序列序列1到10，主宰序列每一主宰序列觉醒者皆为惊世存在。京城大学，什么好？老夫倒想见上一见。看我干什么？我不会也像小雨、小手那样消失吧？什么东西从我身体里了？陆明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他真的能一剑斩了那怪物。原来小丑是我们。陆明，他真的是我学校的学生。队长，那个雨中舞剑的少年，原来没有开玩笑，他是真的有实力。他可能觉醒了主宰序列。什么？主宰序列？那可是前10的序列啊！队长的序列也才177。这波值了。丁，恭喜宿主击杀异兽序列129雨下王，获得能力暴雨强化。好舒服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宿主，这是这个世界的超凡体系，每个人都有机会觉醒属于自己的天赋序列。一旦觉醒，就能踏上修炼之路。柳天这些人全都是觉醒了天赋序列的人，不仅是人类有天赋序列，一些异兽中也会诞生特有的序列者，比如刚才那头雨啸王。原来如此，系统，你不是说可以用豪气值变强吗？具体怎么操作？宿主可以用豪气值强化已有能力，还可以这样？那我只要豪气值够多，我岂不是无敌了？斩天剑道，从入门升到小成需要整整3000豪气值，我这也不够啊！现在能提升的，好像只有暴雨强化了。是否花费100豪气值将暴雨强化提升至2级？升！强化成功。是否继续强化？花费300豪气值可升至3级。继续升！升级成功，暴雨强化3级，可招来暴雨，使敌人各方面能力属性减10%。难怪那头畜生越打越猛，原来是因为在雨里开挂了。而且这能力，只要豪气值够，还能接着升级。我要豪气值，我要当最强嘉豪。原来嘉豪是我们，
够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说那2个字了，太打脸了。陆明，他说的都是真的，他真的不是一般人。那胖子在干啥？无视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家豪，操场之上的神秘剑客，执掌剑气的家豪之王。当人们在绝望时模仿家豪的行为，一般被称为豪之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陆明。刚才那一剑你是怎么挥出来的？豪出来的。什么叫豪出来的？我为什么听不懂？再让你挥一次，你是不是挥不出来了？这不是废话吗？你当我那近开天门是路边的大白菜啊？你够了！你他妈耍我们是吗？你既然天赋觉醒了，为什么不早用啊？一直在那里装模作样的舞什么剑？这又是哪里来的傻叉？你这个该死的怪物，竟敢伪装成人类！你说什么？怪物！哼！你敢打老子？你知不知道我哥是谁？这群怪物伪装的还挺充分啊！再吃我一剑！同学，你冷静，他不是怪物，雨教授没有伪装能力啊！白凯，你闭嘴，向他道歉。没有他，我们早就全完了。白凯这混蛋，看来还没意识到陆明觉醒了主宰序列。队长，你差点因为他死了。他要是早点出手，你不会那么狼狈，我也不会伤。够了！我说，跟他道歉。队长，他就是个陌生人，我是你的队员啊，你就这么让我下不来台？凭什么？一剑开天又如何？我哥白夜，他可是觉醒了高威系，一个刚觉醒的超凡者算什么东西？高威序列是什么垃圾？老子可是主宰序列，果然是头伪装极深的怪物。道歉？大可不必。我这人最讨厌的就是事后道歉。别人看不出来，但我一眼便看出你不是人。我不是人？我还能不是人？队长，你说我是人吗？我是人吗？我到底是不是人啊？你知不知道我哥？叶老，叶老可是艺文局最高画室人，整个省超凡力量的顶点。叶老怎么来了？这位大佬居然亲自降临了。那一剑是你劈的？八成是刚才那一剑劈得太狠，把大人物炸过来了。当然，怎么你想学？呵呵，你这天赋我可学不来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叶，江南省艺文局画室人。这一趟过来就是专程来找你的。叶老专门来找陆明的？叶老找他，为啥？叶老找他，为啥？小友，老夫邀请你加入我们江南省艺文局，如何？叶老亲自邀请加入省城艺文局，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！艺文局那是什么东西？给我时间考虑一下，他配不配让我进？不是，这小子说话一直这么狂。我靠，这老头给的好多呀！不愧是大佬啊！以后要好就得找高手好。叶老，他不能加入艺文局。为什么不能？他伤人了，他竟然敢袭击艺文局的人，按照规矩，这个人必须受到严惩。伤人了？是这样的，叶老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不过他不用严惩，他必须加入艺文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主宰序列。主宰序列，那个拿着木棍在雨里舞剑的人是主宰序列，只有序列排名前10位才能被称为主宰序列。而我哥白夜序列59，已经是省城天才，可59和前10根本不是一个层次。我刚才对一个主宰序列的天才那样说话。叶老，我还是怀疑这家伙是怪物伪装的，包括他那个什么哥，我建议严肃处理，支持死刑。是吗？行，我会给你一个严肃的处理结果。完了，这不对啊，我好像踢到铁板了。你先跟我来。
柳天，学校这边你来处理，普通人对今日记忆都消了吧。是。队长叶老说会严肃处理，完了，我就不该嘴贱的。你刚才那一剑应该是觉醒爆发，但这种爆发不可控，也很难再次使用。这老头分析的虽然方向错了，但结论对了。剑开天门确实暂时没了。你现在连境界都没有，不加入异文局只会白瞎了你的天赋。境界是什么？境界从低到高，分别是淬体、凝灵、流灵、五婴、五劫、五军。五军之后还有更高境界。柳天是凝灵，那头羽象王则是半步流灵。那这老头你是什么境界？五军。我靠，第6境！这老头这么逆天，难怪豪气之家那么多。怎么样，要不要加入异文局？我会给你最好的资源。加入异文局好像确实不错，以后随便好几个高手，豪气这不就来了？行，我加入。那我现在带你去省城，等你正式踏入淬体境，就能进入异文局新人小队。可以。房间不大，但也很小。陆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这是基础引灵诀，所有新人入境前都会学，你要抓紧学会。你先用它感受灵力，等身体能承受灵力冲刷，就算正式入境。好的，以你的天分，应该很快，估计半个月左右就能成功。唉，终于走了。这玩意儿看起来有点麻烦，灵力引导入体，这个过程少则3个月，多则1、2年。靠！在学校里天天看书就算了，都变成超人类了还要看书啊？就不能略过这个步骤，直接不吃牛肉吗？解决到基础引灵诀，是否花费500豪气值直接圆满？这么好，好筒子，这才是好筒子！用，必须用，立刻用！花费成功，基础引灵诀已圆满。爽，真的很爽！宿主成功入境，当前境界淬体中期，获得新能力与之操控，还有福利，要不要这么爽？系统介绍一下。与之操控等级1，可以简单操控雨水。好像没什么用。是否花费100豪气值将与之操控提升至等级2？升级成功，与之操控等级2，操控的雨水强度堪比钢铁，雨滴能当子弹用。雨滴当子弹，这不就是雨水版的机关枪？从今天起，我算是正式踏入了超凡世界的大门了。等豪气值攒够3000，把斩天剑道从入门升到小成，到时候又能来一次揭开天门。豪气值必须搞豪气值，往死里搞，点上更大的场面。现在没啥事儿，正好去新人报道处报道一下。恭喜你们成功加入异文局，等会儿会有人来接应你们。好的，麻烦了。应该没有其他通过的人了。等一下，我也要报道。这是谁？你也是新人？名字？陆明。没有你的名字。这次考核我就没看过这个。天赋序列144天刀，本次选拔成绩第1。如果没通过考核，还是先去旁边等工作人员核实吧。你应该是走错了，这里是通过者报道处。我没走错。什么？陆明，名单上确实没有你，真不是错地方了。名单翻了好几遍，通过的就这4个，而且最关键的是，这次参加的名单也没有陆明这个人。你们的人让我来的。谁？叶老的身份好像挺高，直接说名字会不会太高调？你们没资格进。在场的都不是普通人，都是超凡者，你来句没资格进，这么喜欢装？豪气值加13。好地方啊，异文局真是好地方。怎么，我的话有什么问题？我们经历了3天考核，受伤、淘汰、实战，所有流程都走完了。你如果真是特殊邀请，请拿出证明；如果没有，那就滚。证明？我没有，也不需要。我陆明一生行事，何须向你证明？装你！没有证明你说个屁！异文局这种地方你还想浑水摸鱼？别搞！
现在有多远滚多远，别在这里招笑。让我滚，恐怕你没这个实力。够了！你要是不滚，我只能动手让你滚出去了。这里不允许私斗。我说了，以你的刀，没这个能力。而且，如果我拿起扫把，该滚的就是你了。扫把，这是超凡者的战斗，你以为在过家家？行，你的扫把呢？真用扫把对付你，足够了。你成功把我无语到了，不给你这家伙一点教训是不行了。人，挡住了，扫把没断。陆明的境界是淬体中期，可顾晨是淬体后期，陆明凭什么挡住？不可能！行了，你滚吧。什么？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就这么简单，把顾晨扫出去了？我输了，还是被一个淬体中期用扫把打退。豪气值加10加10加10。这地方的人质量真高。不可能！你到底是谁？你没资格知道。少胡说八道了！你以为艺文局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你能走后门的地方吗？我承认你有点实力，但也不是你不培训不考核直接走后门的理由。战斗不是一个人战斗，你懂什么叫团队配合？有你这种人，早晚会害死队友。对，这话我们认同。这些人好烦啊！你这个够了！团队合作，那是弱者才需要的东西，而我是豪者。豪者？啥意思？牛羊才会成群，猛兽只会独行。我就不信你背景这么大！我要举报！我要向执事举报！我要向叶老举报！谁要举报？闹这么大动静，把白执事都引来了，陆明要倒霉了。是我要举报白执事，我要向叶老举报这个人。你等什么？你这种害群之马，艺文局会让你滚出去的。白执事，这个人叫陆明的，他……你就是陆明。叶老让我来接你，跟我走吧。好的。什么鬼？开什么玩笑？开什么玩笑？叶老，那可是第6境的顶级高手，我们连面都没见过。不是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这人真有背景，这人背景还是叶老。陆明，跟我走吧。等等，就算你认识叶老，也不能走后门啊！我要向京城举报。行，你举报去吧。对了，提醒你一下，他是主宰序列，主宰序列有资格免测啊！主宰序列，怪不得他这么狂。主宰序列，行了，小子别犟了。真正的天才就是有特权的。怪不得这么狂，怪不得独行。他跟我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主宰序列，建军，京城那种小地方乌龙了。叶老，人带到了。接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你让我来，结果工作人员连我名字都不知道，差点没让我进门。这气息，淬体中期，怎么可能？这才多久？给你的引灵诀，你看完了？这小子绝对是将引灵诀修炼到圆满了，不然不可能到达淬体中期。但这也太快了，这才用了多久？读一遍不就会了？等等，读一遍就会了？什么叫读一遍就会了？我当年都花了15天，可陆明呢？1天，甚至可能几小时。不仅入境，还突破到淬体中期，简直是怪物！豪气值加20加20加20。这老头真是行走的豪气值提款机啊！我什么时候能接任务？艺文局新人入队前还需要经过特殊培训，培训通过后，你会被分配到一个小队里。考虑到你的特殊情况，到时候分配给你的队友至少是凝灵境。凝灵？
一般吧。我知道你天赋高，但你能不能低调点？你没有武器？这不就是？放下吧，保洁大妈会来找我麻烦的。那我用啥？唉，真拿你没办法。这把剑叫寒渊，是一把成长型灵器。成长型？普通灵器级别固定，它不同，能跟使用者一起变强。我去，虽然扫把顺手，但有真剑配合斩天剑道，威力肯定翻倍。所以为了巴结我，你要送我？这小崽子能说句正常话不？哼，谁说直接送你了？老夫是有条件的。接下来的新人培训，你若能拿第一，这把剑就归你。他在内部估价可足足有着3000贡献点。唉，本来还想给你一个巴结的机会，居然还有条件吗？你这小子，这到底哪儿来的神经病啊？话说贡献点是什么？3000很多吗？那是局内的货币，普通任务一次也就几10到100点，3000点够普通小队攒上3、4年了。只要那培训第一就免费送我，这和白给也没区别了吧？搞了半天，这还不是想巴结我？说出去你就死定了！行，这是局内专用通讯器，里面的功法、任务和个人信息都在上面，可用贡献点直接购买。OK， 1000。昨天你击杀羽啸兽，拯救了金城大学，这是特批给你的。才1000，行吧？这是什么？那是历代艺文局强者留下的传承，里面的功法会自动选人。选人？对，花1000点进去后，若没功法与你共鸣，这笔钱就打水漂了，一点都不退。就这个，你好歹犹豫一下啊！成功，万一没功法看上你，不就一穷二白了？还能这样？当然，这里是前辈们用灵力构建的独立空间，可以在任何地方激活。有点意思。这么多都不选他，不应该呀。来了，全套可成长功法，牛逼！明雷天路是300年前一位雷系强者所留，几10年没选过人了，没想到落到你小子手里。其他的怎么都不选我？传承功法有自己的判断，不选你不代表你不行，可能只是不合适。我懂了，他们大概是觉得配不上我。真是有够极品的。不过他毕竟是主宰序列，这话好像也没毛病。功法既然到手了，你就好好修炼。一会儿白执事会带你去培训地点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行。检测到功法明雷天路，是否花费200豪气值直接入门？升级成功，明雷天路入门。爽，继续。是否花费500豪气值提升至小成？升。比历日主快了一截。现在要是再遇到那些羽啸兽，我1年就能全灭了他们。是否花费800豪气值提升至大成？继续升，我要爽！继续升，我要爽！给我升！明雷天路大成，升级了，淬体后期。这速度要是让叶老知道，怕是有点坐不住了。陆明，叶老让我带你去培训场地。来了。他的气息难道又突破了？不，这么短时间绝不可能。唉，都说省城天才多，怎么转来这么久，一回也没见到？你听说了没？有个叫陆明的，考核一场没参加，直接就报道了。据说是叶老安排的，而且他把淬体后期的顾晨打成了重伤，他自己还只是淬体中期的实力。那顾晨算什么？要是我也能打。咱们都是序列180之上的凶险序列，谁还不能越级战斗？叶老做这种事，那小子是他亲戚，跳过考核进来，那就是拿队友的命冒险，又是这种走后门的肮脏勾当。你们在说什么人？赵教官，听说那个叫陆明的新人没参加考核，是上面直接安插进来的。好，真是好大的背景。等那小子落到我手里，看我怎么好好照顾。我叫陆明，来培训的。都什么表情？你们认识我？听说过我的光辉事迹？你们认识我？听说过我的光辉事迹？年轻的过头了。淬体后期不是说是中期吗？切，怪不得能打过顾晨，原来不是越级而战啊。陆明是吧？你可以叫我赵教官，我是你接下来的培训老师。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。我就知道，怪不得我一说名字，
你们反应那么明显，看来是听说了我的威名。够了！不管你是怎么进来的，我只看实力和表现，我不会因为你背景大就放水。不错，好教官。我靠，他是不是在阴阳怪气？这也太嚣张了！行了，听明白了就去那边站着，你和他们一组。你们俩有点菜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我淬体巅峰，你不过才淬体后期，我们俩到底谁菜？境界高半级就不菜了。你，就算我真的菜又如何？我光明正大，一个走后门的，没有资格在这里说话。好了，先做一下体测。第一个项目是1公里速度测试，周超你先来。等一下，1公里，这也太少了吧？可是散步呢？以前我都是负重一口气跑上1万里的。行，那你也上，跟周朝一起跑，正好比一比。可以啊，一起跑。你别因为一会儿追不上我，然后找借口啊。豪气值加10。不错，我老子没事装家豪。不会的。开始。厉害，按这个速度，1分钟左右就能冲线。他不跑？哼，被周朝速度吓到了，实力也就……什么玩意儿？这怎么可能？就你个关系户还好意思跟我？什么东西？什么鬼？这是淬体后期该有的速度。本以为他是吓得不敢动，结果他只是让了周超多跑一段时间。你怎么可能？不对，你一个淬体后期怎么可能比周朝还快？你作弊了吧？对，身上刚才那些电弧是什么？你绝对作弊了！凭你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超过我？就凭你，也配让我作弊？我他妈是淬体巅峰啊！他单手掐我，我用尽全力竟然挣不开！放手！在训练室里不能攻击队友，这是铁律。他说我作弊，就算他说错了，你也不能动手。你们是临时队友，队友之间私自动手是要受处分的。你有点刻意针对我了吧？第一个科目我赢了，你一句话都没说。他说我作弊，你也不管。我反驳一句，你倒是跳出来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不是讨厌我不守规矩，你是讨厌我没参加考核就进来了吧？他说的没错，我确实带了偏见，我恨透了关系户。不管你多强，在这里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你没参加考核，我不认可。如果你的表现不行，我有权把你退回去。系统任务发布，给无脑教员上一课，奖励1000级荒体，淬体剑可提升5%，力量与防御，圆满可一拳干碎星球。你干嘛？干！到底要干啥呀？你说我表现不行就退回去，是又怎样？行，那这样，咱俩打一场。如果我把你打服了，你就让我直接通过培训，承认我是这批新人里最强。哼，好小子，够狂！我倒想看看你有多大本事。你一个淬体后期跟我这个宁灵中期打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做了12年战斗教员，宁灵中期的实力，对付你这个毛头小子，我拿什么输？他死定了！淬体和宁灵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小子，我先说好，我不会让你。不需要，你可以先出手。你让我？没错，你先来吧。你一个淬体后期，让宁灵中期先手，脑子是不是有坑？豪气值加10，目前豪气值757。这一趟没白来，这就700多了。狂妄！让我教教你什么叫谦卑！你跑不了了。好，我从来没想过跑。还有，这算谦卑吗？给自己立3个石碑，有点意思。找死！
这一拳我收了力，打不死你，但足够让你老实认输。什么？好快！难道他也是速度类序列？只是一味躲闪，我耗也能把你耗死。看你往哪儿躲！张教官动真格了。什么？这是明雷天路！这雷的规模不是入门，也不是小城，是大城。我的个娘蛋，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到我了！好快！什么？赵教官被打退了！年龄中期的赵教官被一个淬体后期打吐血了！怎么样？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恐怖的序列？老子要认真了，让你感受感受老子土鬼序列的真正厉害！我的妈呀！这哪是切磋，分明是两个同级高手的生死战。陆明明明只是淬体后期，怎么还占了上风？还是摸鱼好啊！那小子这会儿应该在培训了。赵青山办事稳妥，出不了岔子。什么鬼？这俩怎么打起来了？这是明雷天路，这雷霆的规模，明雷天路大成。今天上午他才拿到的功法呀！教过那么多妖孽，真没见过这样的，读一遍就能大成。不对，这俩还在打，你给我轻点啊，别把我这宝贝打坏了。灵力要被消耗完了，干！服不服？我问你服不服？回答我！你倒是让我说话呀！你就看服不服吧。赵教官被单方面殴打，我靠！我服了，我服了，你别提了。哼，早说不就完了？系统提示：任务完成，获得奖励千劫荒体。千劫荒体不讲道理，遇到劫难就靠蛮力。我靠，好强！而且身体比刚才强了一大截。他身上的气息怎么像是一头洪荒巨兽？赵青山，你要是伤着，你们这是看不出来吗？培训结束了。培训？你把教官打成这副德行，说是在培训？叶老，你送来的是哪里找来的怪物？淬体后期，不刚才还是中期吗？怎么一会儿不在你就突破了？叶老一个人又给了这么多，含金量就是高，爽爽爽！一定是在做梦。赵教官竟然被一个淬体后期按着一脚一脚踹嘴，这画面是给人看的吗？这叫走后门，这实力进来根本就是给易文居赏脸啊！叶老，赵教官已经认可我了，之前答应我的那些，现在可以兑现了吧？认可？你这叫打服？行，你先到我办公室等我一会儿。好，赵教官，多谢指教。叶老，怎么样？伤得重不重？叶老，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我问你们，什么情况下易文局才会允许新人不参加考核直接进来？第一种是对易文局做出过极大的贡献，第二种，说下去。第二种是天赋强到不需要测试，也就是主宰序列。主宰序列，陆明是主宰序列。叶老，您是说？没错，陆明，主宰序列第6，建军。主宰序列第6，这可是国之重器，未来真正的支柱。我刚才居然指着鼻子骂他是关系户，还想把他退回去。主宰序列第6，我成小丑了。我刚才还质问他是不是作弊，人家压根就懒得理我。叶老，可主宰序列第6的建军是最近才出现的。没错，你们还记得不久前京城上空的一剑吗？那一剑
是陆明打出来的。那一剑是陆明打出来的。一剑开天门，主宰序列第6觉醒时的威能。那一剑，我以为是哪个隐世的老怪物，结果是一个刚觉醒的年轻人。所以他说的话，不全是在装逼。他有那个资格。看来你是听过我的威名了。我平常都是负重一口气跑1万里的。他不会真能一口气跑1万里吧？什么玩意儿，人形高铁啊！那小子又瞎吹牛了。我竟然被一个主宰序列干了，真是荣幸啊！回头发个论坛，你们说会有人信吗？哎呀，豪气值加10加10加10！我去，怎么豪气值还在涨？目前豪气值3136，是否花费3000豪气值将斩天剑道提升至小成？这趟没白跑，小升级，剑道不仅能飞跃，还能获得一波剑开天门，爽！冲！你小子今天动静闹得不小，小场面罢了。拿着吧，答应你的。谢了。不用惊讶，成长性灵气都有灵智，这把剑傲高的很。这把剑可不好伺候，你小子慢慢磨去吧。慢慢来，别急。我明白了，你个破贼还跟我拽上，我就让你看看老子凭什么拿你。洗头，再上！这是剑意实质，陆明，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什么情况？这剑怎么突然叫起来了？难不成这小子莫名其妙就对剑道有所醒悟了？这什么动静？闹鬼了！全局子的剑同时发出臣服的声音，万界共鸣。这就是主宰序列第6的剑君吗？在他面前，其他的剑都只是臣子。斩天剑道升级完成，目前小成，恭喜宿主获得一次剑开天门。淬体巅峰，不仅剑影小成，还又送了一次大招，这升级速度真爽啊！淬体巅峰，你小子是真牛。这剑挺好的，豪气值加20。叶老又在稳定发挥。行了，今天折腾一天也够了。你先坐着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明天艺文局有个临时任务，我打算把你安排进去，狩猎一头异兽。这头异兽在异兽里头属于比较高级的那一批。多高？说到这个，我得先跟你普及一下异兽的序列。异兽跟人类一样分300个序列，但不同的是，异兽只有成为族群中的王者，才配拥有序列。原来如此。就拿之前那头羽啸兽来说，它是羽啸兽族群的王者，序列第129。才129啊，难怪这般弱小。这犊子不装逼就会死是吧？这一次的任务比那头羽啸王还要棘手，序列更靠前。他所在的种族序列极为靠前，第16最骄。16？这事儿的起因是江南省南边一片山区里，几个村庄全部消失了，一个活人都没剩。消失？对，附近夜里总能听到一种奇怪的咆哮，声音非常远，但听过的人都精神恍惚，最后死亡。至今死伤已经数万人。数万人，这玩意儿确实得弄死。醉蛟天生极强，一头就顶得上别的异术一整群，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。最麻烦的是什么？这头醉蛟好像要突破到刘灵了。不用担心，他还没突破。我们这次就是要抓住他突破的空隙，一举斩杀。唉，怎么了？还叹气？不是可惜他太弱了，没资格让我出剑。不是，你这都还没去呢，已经开始装上了。老子现在有了剑开天门，别说没突，就算他突破了，照样斩给你看。区区一头醉蛟而已，必要时我会出手。这小子已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不知天地为何物了。行，明天早上8点，你到任务大厅集合，秦鹿他们会在那儿等你。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去吧。今天这一天比我过去10年加起来都精彩。刚才的剑鸣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剑自己抖了，档案室那边的剑都在抖。武器库那一小片，听说差点被震塌了。你俩怎么从训练室那边过来？刚才那动静你们知道吗？对啊，赵教官呢？他怎么没出声？不知道。咱们分局来了个主宰序列。什么主宰序列？你小子发烧了吧？那可是100年难遇的存在。是真的，不久前京城上空一剑开天门的那人。赵教官刚才在训练室被他当场打趴下。赵教官被一个新人打趴了。我们分局这是来了个怪物。
建军啊！我靠，真的假的？豪气值+5+5+5。斩天剑道需要的豪气值还不够，那只先加点云雷天路。云雷天路成功升级至圆满，又有突破了。凝灵初期，这就是凝灵境。力气、速度、感知、防御全翻了1倍。与之序列突破，解锁新能力与之效。与之效等级1，在雨中可自选肉体某一属性，速力防增幅4%。那还用选？当然是降花力量一拳轰死对面。系统继续给我上。花费100豪气值升级成功，花费300豪气值升级成功。与之效等级3召唤暴雨，肉体某一属性最大化增幅加12%。爽一波到底！把与之操控也给老子上了！花费300豪气值，与之操控升级至等级3，可操控方圆数里范围暴雨，雨水威力可达精铁。这下我真无敌了。斩天剑道小成后，老子身上散发的剑意成了是破剑的顶级大补药。老子叠了这么多 buff， 区区最交我都有点等不及了。陆明，过来。这位是秦璐，本次任务的队长，刘伶初期，序列第61，禁言。还行。还行？什么叫还行？搞得我们勉强合格一样。这人怎么这么装？来了来了，开门红！豪气值+2，豪气值+34，豪气值+20。陆队员，就让大名。虽然我是主宰序列，比你们的序列都屌，但你们也不用太在意。正式认识一下吧，大家好，我是主宰序列觉醒者陆明。主宰序列确实了不起，我们又不是不知道，但你需要一直反复强调吗？这小子跟传的一样狂，虽然境界不高，但他毕竟是主宰序列，是局里的宝贝，先不要惹他麻烦。陆队员，任务的事情一会儿路上我再跟你细说，现在我们先出发。行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以后这小子走到哪儿，哪就是个大型装逼现场。秦璐，路上照顾一下陆明，不能让他出现任何意外。明白。陆队员，这次要对付的是一头醉蛟，目标现在正处于突破期。按情报来说，他现在应该很虚弱，斩杀难度不高。醉蛟这种异兽身上带着龙的血脉，遇到他的时候尽量保持距离，别给他近身的机会。龙血脉就这？难道不是我理解的一条龙？我为什么这么无语？这次任务的重点是抓住他突破的那个窗口期，一旦让他突破成功，麻烦就大了。我先睡会儿觉。斩蛟龙这种事挺有意思，必要时刻我会出手，你们不用有多大压力。你家豪吗？这么装？斩蛟龙，人家宁灵巅峰要突破刘伶的怪物，你即便是主宰序列，说这话也有些神经了好吗？陆队员，这次任务主要还是队长负责，你跟着看就行了。对，有秦队在，醉蛟不是问题，你好好休息就行。陆明要真上去了，不就是送死吗？醉蛟一条尾巴扫过来，淬体系连尸体都轮去。豪气值+15+15。来来来，继续说，反正老子多多益善。我知道了。什么人啊这是？这就睡着了。到了，大家警惕一点。气息不对，所有活物都跑光了，或者说都死光了。队长，这些血迹时间不是很长，要不要找一下尸体？听君一席话，胜似一席话。不用找，尸体估计全被那畜生吞了。继续走，往深处去。按理说醉蛟快要突破，周围气息应该很狂躁，可现在安静的像死了一样。队长，这难道是醉蛟要突破时产下的蛋？我们正好打碎它，引那头醉蛟现身。明白。不对，这卵里面的气息不对。哪里不对？这枚卵里面，我好像感觉不到醉蛟的气息，或者说，这根本不是醉蛟的卵。
我是流灵初期，感知力在这支队伍里是最强的，可为什么我什么也感知不出来？这人又开始装了，真是家豪一个。咱们最好联系一下叶老，让情报部门再确认一遍。联系叶老，就因为你一个感觉，真是笑死人。这次我是认真的，我真感觉不对。队长，这点小事不值当的，我们都到这儿了，还要联系叶老再确认？对，这次任务就是卡突破期的，错过了就没我们的机会了。陆队员，你的谨慎我能理解，但情报部门给的资料都是专业人士反复确认过的，不太可能出问题。行，随你们，反正出事还得我给你们擦屁股。什么叫你给我们擦屁股？搞的是你最强硬，这人也太快了。按原计划，3号阵型，打碎他。是。什么？我刚才那一拳足足用了全力，阮竟然什么事都没有，不对劲儿！禁言落刀！怎么可能？我的刀是玄阶上品的灵器啊！你们就这点本事？流灵镜，不可能！情报上明明白白写着他是凝灵啊，他怎么已经是流灵了？那这个究竟是什么鬼东西？情报部门，这是让老子送命来了！等老子回去，去了情报部门见人就砍！果然不对劲，你们卵里的气息跟巨匠不是一个路子。这出事估计只是来守护这个卵的。准备战斗！陆明，你站远点，别添乱。我们拖住他，你找机会撤退。不必，必要时刻我会出手。这主宰训练脑子有问题吗？你一个罪出啥手？只要不添乱就行了。起手！战斗终于开始了。禁言！这皮真硬。怎么这么硬？孟月，砸碎你该死！队长，陆明，你还不快跑！这不是你能打的，往山外跑，跑到公路上就有信号，联系一文局。不必，剩下的交给我吧。为什么到这种时候了，陆明还在装？你到底在装什么？豪气值刷得飞起。我希望你们能明白，这场雨只属于我和我的剑。一点毫毛先到，随后剑出如龙，妖怪接招！陆明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装，还在念台词，你能不能滚啊？我求你别给我们添乱了！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装啊？我们主宰训练偏偏选上你，你对人类有什么帮助？你个罪体系上，对方可是境界逼近流灵中期的最骄，你上去是给他喂饭吗？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，他就是个家豪。都说我装，都说我是家豪，所有人都以为家豪是为了出风头，但真正的家豪是在所有人都低头的时候敢于抬起头的人。不是因为我有系统，而是因为头必须有人抬。他在说什么？我为什么完全听不懂？主宰序列的建军折在这里，这是何等的损失！我们即使能活着回去，也完蛋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只有豪力不足的废物才会逃跑，而真正的王者只需要端坐在雨中。可恶，我帅得要命！我承认你很装，但我真的被你装到了。这气息分明是凝灵，你不是淬体剑，就算是凝灵，也不可能一剑砍断琉璃的尾巴呀，这不合理呀！一剑把刘灵的尾巴砍下来，那是最骄，有龙的血脉，鳞甲硬的连晶铁级灵气都砍不开。
什么意思？丢剑干嘛？送死吗？他太弱了，不配让我拿剑。你要徒手打醉蛟，大哥求你拿剑吧，那是醉蛟啊！陆明，你还是人？建军，拳头为什么还这么厉害？这个男人好帅。真羡慕你们这些带天赋的生物，你们一出生什么都有，而我除了剑，就只有副靠自己锻炼出来的肉体。啊！到底在说什么？打架呢，大哥！气质加10，不讲武德，你是畜生！左拳高伤，右拳伤害高。这是我自己开发的地系招式，叫大地困锁。地系神他妈大地困锁，到底是谁传这小子叫建军的？分明是拳皇，好不好？不好，那畜生还有劲儿。这是醉蛟最强的招式，醉焚龙息。这是必杀技，都贴脸了，躲都不好躲。这是我研究的风系防御技，不过还没起名字。你们有什么建议吗？这叫风系防御技，还没起名字，靠北的，这分明就是你随口扯的。这是人，这真的是人？中代序列都是这样的怪物吗？没说你可以走了。我还会一招，不过是刀法，没什么玄妙，就是把手当成剑，俗称手刀。一头幽灵醉蛟被一个凝灵出气的人类徒手打死了，这说出去有人信吗？手爆了！豪气值加20。你们没事吧？有什么话现在都可以讲出来，我听着呢。他是真关心，还是故意来装一波？为毛感觉他时而帅，时而贱？陆明，刚才是我们失礼了，对不起，我们低估了您。没事。您这样的强者，我们对您说了那么多，您真的会不在意吗？你们太弱了，我不会在意弱者的质疑的。虽说你说的是事实，但你也不能这么直白吧？陆先生，救命之恩我记下了。没事。真是苦了梦月。我靠，陆明先生牛逼啊！你还没死！我的序列是133泥胎，受了致死伤，短期可以灵魂附着在泥土上，这才活下来了。陆先生，那枚卵，您刚才说不是这头醉蛟的，那它到底是谁的？我也不知道，但肯定有问题。这醉蛟是来守护它的，能让一头幽灵的醉蛟守护，里面的玩意儿只会更强。那咱们得马上联系叶老，让异闻局增援。不好，他要孵化了！所有人退后！五鹰？怎么可能会是五鹰？这是五鹰啊！完了，这次死定了。这条小泥鳅有点东西啊，居然让我的膝盖有了0.1毫米的弯曲。我算是发现了，这个陆明不是在装 X， 就是在装 X 的路上。五鹰，那是超走下3境的存在，一个流行巅峰在五鹰面前跟蝼蚁没有区别。人类，你们杀了我的孩子！可是那头醉蛟是他孩子。你们敢杀我的孩子！陆先生，跑，快跑啊！这是五鹰，不是你能打的，你还有未来，你不能死在这里。建军，活下去，替我们报仇，只有你才有资格活下去。一个小泥鳅而已，还不至于让我跑。这是五鹰啊！求求你别装了，你能跑多远跑多远啊！气值加20。
你值得我拔剑。人类，你是不是傻了？他不是傻，他就是爱装，让主宰系列的剑君要死在武英手里，我死不瞑目啊！看你们一个个急的，我剑开天门都没用，慌什么？苍蝇，人类，你先去死吧！谁？该死，陆明是吗？我可是特意来找你的，你也是人才，竟然能遇到武英，算你牛 X。这谁啊？主宰序列第7，红尘万法江念红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大老远包机追过来，本来是想跟序列第6的剑君切磋一下，结果你站在武英面前，急着要上去送死。陆明，赶紧滚到我身后，我来拖住他。我最多拖住5分钟，应该够陆明逃走了。对，陆先生，江小姐说的没错，你快走，我们拖住他。你们真麻烦，谁说要走？你说啥玩意儿？我说不用跑，我杀了他不就好了？你有病吧？那是武英，不是小孩过家家。我告诉你，我能拖5分钟已经是极限了，你再不咱们都得死。我有一剑，什么？可豪魔、豪仙、豪龙。豪气值加18，加18，加18。这女人给的还不少，含金量不错呀。豪魔、豪仙、豪龙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？剑君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紧张。我不姓张。你相信我，我能拖住他。不必。这是好纯粹的剑意，这股剑意居然给我一种近乎窒息的感觉。我有一剑，豪魔、豪仙、豪龙。天下而非天下人之天下，乃我家豪一人之天下。好来！这是什么剑法？不！我有一种预感，我人族将彻底崛起，有剑君带领的人族必将再创辉煌。这是什么剑？主宰序列第6剑君是个绝对的怪物，我还想找他切磋，不是自取其辱吗？这玩意儿，就几开天门好像都会出现，把异兽尸体吸走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衣角微脏，这下被你装了多大？豪气值加50。虽然折损了一些天赋，但面对这种凶举，我也只能这么做了。折损天赋？你说什么？刚才那一剑动用了我一部分根基，用一次就要损1分天赋。不过没事，能救下你们这一号不亏。原来是要损耗天赋的。他为了救我们，付出了自己宝贵的天赋，这还是主宰序列的天赋啊！陆先生，谢谢您，我们何德何能，能让您付出这种代价？剑君，您是真正的英雄。剑君，您是真正的英雄。不说是折损天赋，怎么解释我一个年龄期连放2次大招？陆大哥，以后你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，您只管开口，我们小队伍绝对义不容辞。陆明，你折损天赋救大伙，就凭这一点，我认可你了。以后要是再来京城，可以直接报我名号。这个人好像吹大了，大伙这反应都不对啊！不用这样，那个先打扫战场吧。
恭喜宿主击杀异兽序列第16最骄王，获得天赋序列第16最渊，获得能力怒尽天火，异兽震慑。你玩儿居然是最骄王！我杀了他，直接继承了他的序列，爽！是，都是，我现在有的是豪气值，必须拉满配置。是否花费100豪气值将怒尽天火提升至等级2？是。升级成功，是否继续强化？花费300豪气值可升至等级3。继续。升级成功，是否继续强化？花费500豪气值可升至等级4。继续。升级成功，怒尽天火等级4。火焰附着后，目标灵力燃烧速度加200%，并且造成火毒效果。要不到凶巴巴的艺术，不用动手，瞪眼就完事儿了，多省事儿啊！这趟任务收获太大了，一个幽灵的最骄徒手打死，一个5营初期的最骄王一剑斩碎。这2件事传出去，我陆明的名字必将响彻整个大夏。最主要，还多了不少小弟。雨师序列那2个还没拉满，这玩意儿在雨里是真的好用。上！花费500豪气值将暴雨强化升级至等级4，花费500豪气值将雨之效升级至等级4。现在这配置简直是雨天战神，管你什么妖魔鬼怪，只要下雨了，那就别想跑了。这个男人不简单。回京城之后，我得把今天这事儿让整个江家都知道，华夏出了一个这样的贱躯。这俩干啥呢？你一直看我，是不是喜欢我？你一直看我，是不是想打一架？你说啥？谁喜欢你？哦，是吗？我还以为对视是人类不带情欲的精神接吻呢。对视，不应该是最赤裸的挑衅和宣战吗？不是，这俩主宰系列是不是都有毛病啊？说的是人话吗？这样，韩韵的剑身好像比之前更沉了一些。我靠，他什么时候玄阶上品了？这气息，5营级别。不对，陆明在那里。你怎么回事？你告诉我这是个小任务，现在呢？这5营气息你怎么解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叶老，我们监控范围里确实没有5营的踪迹。放屁！这是你管辖范围，没踪迹，那这头5营是从地里冒出来的，一群废物！又怎么回事？上面说了什么？叶老，江念红小姐前几个小时从京城出发过来了，目的是找陆明，她好像也在那边。你到底是不是异兽那边的奸细？这种事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叶老，我真不知道，消息是刚刚同步过来的。快！好恐怖的剑气，这是……你谁啊？陆先生，这位是京城江家的江念红小姐，她是主宰序列第7，红尘万法。主宰序列，怪不得这女人上来就敢说拖5营5分钟，和这是同行哦，原来只是区第7啊。建军，我承认你厉害，但你不过也才第6，有什么好嚣张的？我没有嚣张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也不错。他要夸我什么？能在5营面前撑过2招，不容易。靠！谢谢夸奖。豪气值加25，主宰序列的豪气值果然给的多，含金量就是不一样。叶老，陆明，你没事吧？你凝灵了！昨天见面的时候，这小子分明还是个淬体期，才过了1个晚上啊！陆明，你怎么回事？突破了。我看出来了，但我想问的是这个吗？怎么回事？给我从头说一遍。是这样的，
徒手打死刘明异兽，武英被陆明一剑斩了。叶老，我亲眼看见的，那一剑，苍穹都裂开了。陆明，他已经不是天才可以解释的了，这是妖孽，真正的超人。您有所不知，陆明那一剑是损耗了自己的天赋打出来的。损耗天赋，这孩子，唉，可惜了。叶老，别这样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好孩子，你斩杀武英，救了队友，你是我们艺文局的英雄。这件事我一定会上报上级。行，英雄我不在乎，不过上报上级肯定有大好处。你听说了吗？那个新来的剑军把一头武英境的巨龙给劈了。我靠，咋可能？你做梦呢？真的，秦队长亲自说的，连京城来的江小姐也作证了。豪气值加10，豪气值加10，豪气值加10。爽，什么都没做，还能走一路赚一路。陆明，因为这次的事情，你的执行官贡献点直接到了6000。6000，叶老，怎么这么多？查过了，你杀的那头武鹰醉鸠极有可能是异兽序列中的王者级存在，你杀了他们，贡献点翻几倍都不算多。王者吗？也配死在我剑下了？这小子这话说的，别人听了估计得吐血，但陆明确实有这个资格。对了，叶老，我想换一部功法修炼。可以，你跟我来。都感觉配不上我。天行审判，这名字听起来就厉害。叶老，这个怎么样？陆明，这个你别选。为什么？这部功法确实是上品，但修炼条件极其苛刻，它要求修炼者心中必须十分正义，一丝罪恶都不能容感，心中只要有一点瑕疵，就永远入不了门。叶老，这说的不就是我吗？正义，你什么敌性，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叶老，我就要这个了。唉，行吧，不过我提醒你一句，这玩意儿要是你练不成，贡献点可不退。没问题。总豪气值4621。系统上。是否花费500豪气值，将天行审判升至入门？是。强化成功。我这只手仿佛变成了审判罪恶的利器。因修为与功法共振，宿主突破至凝灵中期。啥玩意儿？突破？是否花费1200豪气值，将天行审判升至大成？继续。入春之前的灵力是木头，现在就是钢铁。是否花费2000豪气值，将天行审判升至圆满？给我砸！在这个领域里，我甚至可以操控情绪，让一个人焦虑、心慌意乱，觉得天要塌了，还能照出黑白锁链。只要我心念一动，这些东西能穿透任何防御。凝灵后期，1天前我还是个淬体中期的小角色，现在1天走完了别人几年的路。陆少瑞，出去溜达溜达吧。你就是陆明，那个新来的主宰序列。听说你很狂啊？这又是哪来的？我从魔都来的，自从听说你以后，我就一路赶过来了。我叫白灵，主宰序列第5，刀皇。
主宰序列第5，怎么又来一个？昨天第7，今天第5。我提醒你一句话，狂妄需要本事。你一个罪体7，虽然是主宰序列，但没发育的天才不是天才。你是哪根葱？你说什么？谁把你放进来的？我怎么觉得艺文局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见？豪气值加30。陆明不认识这位爷啊，那可是刀皇啊！有意思，你是第一个敢这么跟我说话的，勇气可嘉。听说你以淬体击败宁灵，还算不错。不过你能不能说点外语？毕竟我刚从国外回来，还有点不习惯中文。怪不得我觉得他熟悉，他也是个家豪，而且还是资深的那种。遇到真家豪了。触发系统任务，击败眼前家豪白灵，成为最强家豪，奖励万世真魂。打败家豪？豪之内斗吗？系统真有你的。可惜啊，你还不是刘灵境。刘灵这种垃圾，我随手就打了。这么壮，我一直把他当个后备小子看，毕竟我序列和修为都比这家伙高。结果这小子这么狂，跟传闻里说的一样。小子，别太狂！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少强者吗？你知道刘灵有多强吗？知道，徒手打死。那你知道武英有多强吗？知道，一剑劈死。你不装体能死啊！这家伙也太装了，比我还能装！你一个资深家豪都感觉自己被压了一头。今天我就教教你，主宰序列也需要低调。这是主宰系列的威压，好强！可恶，我连直视都做不到吗？那家豪应该是跪了吧？你还挺能撑。这可是我的佩刀百越，玄阶的灵器，你一个小辈，看好。这气息也是玄阶，一个才入郡的新人，怎么弄到这种级别的武器？而且这把剑上好像有种特殊的波动，是成长性的。哼，武器归武器，哼，你的剑在我刀下不堪一击。不可能！刚才一刀至少是我7成功力，你居然能挡下！哦，这剑气的气息不对劲，这不是淬体期的力量，这是宁灵后期，他不是新人吗？你不是淬体吗？什么？淬体是昨天的事儿了。昨天？你昨天是淬体，今天是宁灵后期，这合理吗？陆明他怎么变成宁灵后期了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还没结束呢！这一招百招环绕，无处可躲。啥？肉身硬糖，我的百刀环绕砸在他身上，就留了几道白印子，这怎么可能？轮到我的回合了，好快！我将对你使用豪拳。这小子真的是剑君，怎么全都这么变态？该不会是序列第3的荒古参吧？小子，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主宰系列，百丈刀台！那我也认真了。天行审判，你怎么会天行审判？这领域的完整度是原版，这不可能！我没有罪啊！你凭什么审判我？但你犯了装叉罪。什么？这也是罪？我输了，我主宰序列第5，输给一个才入群的新人。恭喜宿主完成系统任务，获得奖励万世真魂。下次装叉之前，先看看对手是谁。只有真正的强者，才配装叉。豪气值加100，加100。
子鸾啊，这小子真是个怪胎，1天时间从淬体直接干到了凝灵，老夫活了这么大岁数头一次见。叶老绝不可能拿这种事开玩笑，那个叫陆明的真是个怪物。为了救队友折损了部分主宰天赋，老夫心里疼他呀。所以您把我从京城薅过来，是想让我帮他炼一炉修补天赋的丹药？对呀，你不出手，谁出手？主宰序列的天赋极难修补，我只能说尽力。这刀意是白灵。刀皇白灵，幽灵后期的怪物。陆明现在天赋折损，才凝灵初期，这2个人怎么打起来了？坏了坏了！审判之力，难不成是陆明？白灵，你在干什么？要是把陆明伤到一根毛，啥玩意儿？白灵被陆明打趴下了。凝灵后期，这小子前天淬体，昨天凝灵初期，今天凝灵后期，吃神丹了。叶老，您来了，这位刀皇过来跟我切磋一下，我赢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简单来说，这是白灵过来装叉，被我揍了。叶老，子鸾姐，您2位怎么来了？叶老，您之前不是说陆明为了救人主宰天赋亏损了吗？那他现在这凝灵后期是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他天赋折损了，还能这么逆天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陆明，你天行审判的修炼圆满了。刚才那是天行审判圆满啊！你需要心怀正义。看来陆明平时嘴欠都是假象，这小子心里贼正直。豪气值加30，加30，加30。差不多了，回去把万世真魂提升一下，多一层就是多一分保命的本钱。叶老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你站住！你给我说清楚，你开挂了？天行审判圆满，你到底还是人吗？没关过，我知道你很羡慕，看我的日常罢了。叶老，您还说让我帮他补天赋，我现在感觉我这趟是白来了。老夫也没想到啊。子鸾姐，您怎么会到一文去了？叶老请我来给陆明炼丹补天赋。补天赋？你要不要听一下自己在说什么？那个怪物需要吗？你也来给我添堵的是吧？你知道陆明是怎么回事吗？您说他斩了一头武鹰，在凝灵境界，还是在亏损了天赋之后斩的？对，怪物，真是怪物！原来他之前说的都是真的。丢死人了！是否花费3000豪气值，将万世真魂升至第1层？升级，升级成功！这是我的灵魂。这纯灵魂对负面和污浊的东西有强大的净化效果，实用性绝对不低。万世真魂最高能提升到5层，说不定到最后能直接改写现实。你小子刚才干啥去了？刚才锻炼身体呢，做了2万个引体向上热身，等会准备拿那边2吨的哑铃做几组飞鸟递增组。叶老，你有事？豪气值加20。你等会儿再锻炼。这位是子鸾，华夏最好的炼丹师。你前阵子不是亏损天赋了吗？我请他来为你治疗。即便亏损了天赋，还这么厉害，这次的建军真是怪物。这是回天丹，多少能调理你亏损的天赋，成效我不能保证。我不需要，但是不要白不要。对了，子鸾，你不是说还有事情吗？跟那株紫荆玉莲有关系？前阵子我得到一株紫荆玉莲，莫名其妙染上了一种奇怪的病毒，这种病毒需要用纯净的能力才能净化。我需要局里灵魂天赋序列的年轻人帮忙，如果谁能救活他，我就送出1枚流鹰丹。流鹰丹？那是什么？服下之后能完美突破流灵境界，甚至能让体内提前凝聚一丝灵鹰，为突破5鹰打下基础。流鹰丹，这正是为我量身定做的突破资粮。子鸾前辈，让我去试试吧。你不行的，你的天赋序列方向不在灵魂这一块。你怎么知道我不行？别太小看我的豪之魂。豪之魂有这个序列吗？算了，让他去看看吧，凑个热闹，散散心。
是陆明，听说他已经凝灵后期了，而且把刀皇打趴下了。这小子也太逆天了吧！豪气值加10。这就是那株灵草。是的，紫金玉莲，那些黑色像某种未知的病毒，我需要你们用魂力去试着净化它。紫鸾前辈，我先来吧。天赋序列34，魂妖，幽灵巅峰的沈墨。沈墨，那就你先来试试。好。还是让我吧。我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？你怎么不相信我？相信你的战力可以，但净化灵草需要纯净魂力，这方面是你擅长的。陆明，我承认你实力很强，但灵魂这方面你是个外行，还是不要闹了。一战成名就骄傲到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了吗？可惜，这跟拼杀是两码事。成了，真的成了！灵妖天赋果然厉害啊！太好了，世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什么？他被反噬污染了，这病毒比我想的还要诡异，它会反噬！所有人退后，都退后！连34位魂妖序列的榴莲巅峰都挡不住，这怎么救？太危险了！紫鸾前辈，要不放弃吧？所有人先离开，等我回去重新研究。这回能让我来试试了吧？陆明，你别开玩笑，连沈墨都失败了。你的主宰序列方向是剑道，跟灵魂没有关系，专业不对口，过去无异于送死。陆明，别乱来，这东西太危险了，连我都被污染了，你别把自己搭进去。这时候还要等强出风头吗？简直是胡闹！陆明，你回来！让你们这群外行看看，啥叫魂力。我们外行。指出灵魂，开！我的眼睛，这是灵魂之力，怎么会纯净到这个地步？好恐怖的灵魂力，可我觉得很神圣啊！神圣你雷霆啊，雷霆也很神圣啊！我可是天赋序列34的魂妖，他一个剑君，灵魂力竟然比我强10倍不止，这合理吗？污染完全消失了，这是什么神迹？成功了，不仅救活了灵草，还顺便治好了沈墨。双生序列，绝对是双生序列。他明明是主宰序列第6的剑君，怎么可能同时拥有这种程度的纯净灵魂力？我早说让我来，就没那么多事情了吧？你们都散了吧，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。陆兄，多谢。小事儿。陆兄，您的灵魂力真的让我大开眼界。还行，我还没用全力呢。陆明，你跟我来。因为你的灵魂力滋养，这株灵草现在的灵性比之前更盛了，说不定能炼出极品的流阴丹。到时候我会按照约定给你。极品？极品流阴丹是传说中的东西，服下之后不仅能完美突破流灵境界，还能在体内孕育出最完美的灵婴雏形。那接下来你来练？除了我，无人能练。炼制流阴丹非常复杂，稍有不慎就会失败，即使是我，都极有可能失败。我能看一眼吗？给，别外传就行。是否花费2000豪气值，掌握完美炼丹术，流英丹方？掌握完美炼丹术，这也行？系统，真有你的！是。掌握成功，已获得完美炼丹术，流英丹方。还行，写的一般吧。你这是压根儿没看懂吧？好了，你坐一边去，别打扰我。赤金草3钱仙香，在。等等，你这不对啊！啥？我还不对？真不对。算了，实在不行让我来吧。你来？陆明，你别逞强了行不？流阴丹的丹方非常复杂，每一种药材的要求都不一样，早1秒晚1秒都不行。即便是我这种专门以炼丹为天赋的人，
也必须小心翼翼，一不小心就会炸炉。你都没练过丹，你别瞎搞，这株灵草你毁不起。你也知道毁不起。这瓶赤精草我攒了3年，那瓶龙骨花是我拿3炉丹药跟人家换的。你要是给我弄砸了，我上哪儿哭去？你不信我会练？我咋信？练流阴丹这种顶级的丹药，我10次里能成6次就烧高香了。对，我就是怕你浪费灵草，才决定自己来的。你怕我浪费灵草？我是专业的，即使浪费，也绝对浪费不了多少。练个丹罢了，有这么麻烦？你不信就算了，我来。你真没跟我开玩笑？你是不是有毛病？这动作精准到了极致，有些步骤比我想象的还要标准。他真的会炼丹，是谁教他的？这药香确实是流阴丹。还是没达到我预想中的速度。出路。极品流阴丹还是3颗，豪气值加23，没达到我的预期，勉勉强强吧。完美，这简直是完美！服下之后，不仅能突破流经，连突破5阴都能省下大半时间。你居然能练出这种级别丹药！我不过普通人罢了，就是有点天赋。陆明，这3颗丹药是由你亲手炼制的，我做主，给你2颗，1颗交给艺文局。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了。走吧，找叶老去。他要是知道你能炼丹，估计要乐疯。主宰序列第6，灵魂力碾压魂妖，一剑斩5阴，打败刀皇。现在居然连炼丹都能炼出极品，华夏出了一个真正的怪物。咋了？事儿办完了？看你脸色，炼丹怎么样了？叶老，极品流阴丹3颗。子乱，你炼丹技术又变强了，这3颗丹的品质可以啊。等等，极品流阴丹？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的吧？极品流阴丹，这玩意儿1颗都难求，你拿出来3颗？不是，你什么时候炼丹技术这么厉害了？你不是说你把握也不大吗？叶老，这3颗不是我炼的。不是你，你找代打了？这3颗是陆明亲手炼的，1炉3颗全是极品。他什么时候会炼丹了？他不是剑君吗？他炼丹全程我都看着，不会有假。陆明，你这小子，老夫真不知道说啥好了。你给老夫的惊喜太多了。这才哪到哪儿？哈哈，好啊！老夫现在很好奇，你未来会变得何等的存在。走，老夫请你吃饭，今天必须好好庆祝一下。我请客。哦，哟呵，这小子长大了。你买单。是我想多了。需2000豪气值，将怒击天火升至5级，并解锁全新形态。到5级可以解锁全新形态，肯定是一波大升级。2000豪气值，我刚好够。是。陆明，听你说个事儿，京城那边注意你了。跟你说个事儿，京城那边注意你了。京城艺文局总部邀请你过去看看，是我昨天发的报告。估计现在整个华夏顶层都知道你的事了。京城那是顶尖强者扎堆的地方，含金量极高，产生情绪给的豪气值那是普通人的几百倍。可以，我去。你小子答应的倒干脆，不过老夫得提醒你，京城那边妖孽也不少，你小心点。好的，我明白。你准备一下，下午就启程。还有，小心一点冤神教的人。冤神教？他们是一群邪教疯子，专门跟异兽合作，崇尚异兽，鄙夷人类，还想毁灭世界。他们做事不讲规矩，下手又狠又毒。你最近风头大盛，斩五鹰，打白鳞，这些事瞒不住。元神教最爱针对你这种风头正盛的年轻天才，一旦让他们盯上，肯定会暗杀你。知道了，
我会找他们麻烦的。什么叫你会找他们麻烦的？他们会暗杀你呀！你不怕吗？你小子别不当回事儿，那帮人邪门的很，搞不好一个不留神你就栽了。放心，我谨慎的很。你哪儿谨慎了？算了算了，路上小心。到了京城找冷青云，他是京城那边的负责人，老夫的师弟，会照顾你。行。怒尽天火等级4，是否花费2000豪气值，将怒尽天火提升至5级？升级成功，怒尽天火等级5，进化为焚天镜等级5，释放焚天红油，燃烧一切，以自身为中心，周围500米内形成禁域，可随宿主意念控制。这么屌的技能在手，我怎么输啊？京城，我来了！你就是陆明，我是红爵，京城那边派来的，久仰大名。这就是最近在京城引起轩然大波的怪物，一个小地方竟然能诞生这种妖孽。5英境界，心里有底了。走吧，直升机在机场等着。都是京城艺文局的人，这次跟我一起过来的。看来这豪华阵容把这小子吓住了。他们可都是一方的天才，只差一步便是5英境，可都是来护送你前往京城。我的任务就是护送你们安全去京城吗？为什么让我来当保镖啊？你护送我们？哥们儿，是我们护送你啊！你一个宁灵境还当上保镖了？是我们护送你啊！别搞笑了，谁强谁弱看不出来吗？豪气值加30，加30，加30。你先坐。雨中斩5英初期打他刀皇，疑似双生序列，京城都传疯了。可这个传闻中的妖孽说话怎么这么奇葩？起飞！我听说白灵都输给你。我听白灵说了你的事情，他说你的肉体都快跟荒古参一样厉害了。荒古参主宰序列第3，肉身横推一式，琉璃时期就能硬扛5英攻击。他陆明在哪？跟荒古参相比，差距也太大了。荒古参，他也配跟我比啊？荒古参不配跟你比，你在说什么逆天发言？豪气值加30，加30，加30。含金量上来了，给的就是猛，一句话又是几百豪气值进账。年轻人啊，真是太年轻了。荒古参现在的持有者秦歌，那是5英后期，能徒手撕裂半部5阶异兽的绝顶狠人。你居然说不配跟你比？说话真是没轻没重，这么狂，以后早晚栽跟头。我去，哪来的野生少罗啊？你这声音是刚满18岁吗？你在说什么？莫名其妙。居然没人懂我的梗吗？真是无趣。你小子有没有点礼貌？人家的声音是天生的，你这样很没品，知道吗？暖男，排狗后边。好了好了，别吵了。已经到龙脊山脉了，不出意外，再过2小时，估计就到京城了。不出意外？你刚才说不出意外？怎么？不出意外的话，估计要出意外了。不过你们也别怕，我已经做好保护你们的准备了。这傻子为什么这么装？这群小孩能对付得了相柳吗？他不是有苦头吃喽。不用担心，有我们盯着，一条还没发育的小蛇而已，掀不起风浪。就当是个测试了，那条小蛇终究还是忍不住了。终究还是来了。不对劲，有人！阴神教的杂碎，这怎么可能？护送陆明的任务完全是机密，连航道都是临时决定的，他们怎么会如此准确的在半路拦截？不对劲！哈喽啊，陆明小朋友是不是在里面？不在，我是他哥。哼，你敢耍我，找死！找死！陆明，别害！你害怕了？算了，那你抓紧我，我保护你。小子到底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？该死！你们几个保护好陆明。是。
放心，陆明，我们5个流灵巅峰在这儿，没人能动到你一根头发。没错，肯定没事儿。我这次出门前，我妈可是给我祈福了的。对，我女神说这次我回去就答应和我在一起，我肯定不会出事的。哎，你们别乱立 flag。立什么 flag？ 哎，行了，你们别走太远，要不然我保护你们还费事儿。这小子是不是真的有毛病？你一个宁灵保护5个流灵巅峰，吹牛也得有限度。陆明，你是主宰序列，这点我们都承认。但你才宁灵，而我们是流灵巅峰。我知道你们境界高，但战力太低会有些自卑，但至于这么反复强调吗？都说了我会保护你们了，到底在慌什么？你小子，难怪传闻中说你是家豪呢，这也太……这是异兽的气息。陆明，你干嘛？你干！不是你不干是什么意思啊？疯了！快追！看来引开那个武鹰了，那个烦人的武鹰中期总算走了，计划很顺利，剩下的那些蝼蚁交给我来吃就行。接下来就由我亲自吃掉那个叫陆明的家伙，只要吞了他，拿到剑君的力量，我就能成为最强的家豪，立于不败之地。我一兽便比得上其他9个。谁在跟家豪？哪个敢言不败？这小子到底什么情况？我们追了半天，居然发现还没有他跑得快。异兽5个脑袋！我靠！这家伙刚才在自称什么？家豪？这年头连异兽都开始抢夺家豪的称号了，这个世界难道就是一个巨大的家豪？你就是陆明。你也听说过我的威名？威名？你这种垃圾也配叫家豪？居然有人敢质疑老子的家豪身份！你最好收回刚才的话，并给我道歉，不然我会让你后悔的。就凭你还道歉？你也配？很好，你已经失去了唯一的道歉机会，因为我这个人绝不接受事后道歉。所有激怒我的人，我都只会送他一个字，那就是杀。我为什么听他们对话，浑身的鸡皮疙瘩在狂飙？我只感觉一股难以言喻的豪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，一人一兽，豪到我了。豪气值加35，这他妈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异兽也是有毛病吧？争着做家豪，这是什么好东西呢？陆明，你站后面，我们来。这异兽不简单。呵呵，真是一群有趣的虫子。我劝你们还是识相的把那陆明交出来，只有他才配被我吞噬。你成功惹怒我了，畜生！天断明，去死吧！小牙签。啊！不可能啊！花了3年功勋才换来的灵气，就这么被一尾巴拍碎了。这异兽到底什么实力？一个连蝼蚁都算不上的东西，也敢挑战我？等等，9个脑袋，青黑巨蛇，这难道是相柳？什么？相柳，异兽序列第10，相当于人类的主宰序列。陆明，你快跑！相柳，异兽序列第10，必须保护陆明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我靠！异兽序列第10的惊血，绝对是最完美的流云弹药引，这具高品质惊血，居然自己送上门了。好，这种货色也需要捧。我想杀他，只需要1招。什么？只需要1招？你开什么玩笑？这可是异兽序列第10啊！所有人准备战斗
好，真是久违的战斗。杀！好了，你们退下，让主角登场。弱者都退后，我来接管战场。不需要，你就在旁边看着我们怎么收拾这个畜生。你只是个宁灵而已，过来找死吗？难不成你们真搞不清楚这里谁是强者？我真服了，你到底在装什么？赶紧后退，否则我们还得分心照顾你。一群伪豪想装逼是吧？来来来，那你们来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不能干得过。这家伙简直魔怔了！够了，我没心情陪你们玩过家家了。打！请带下一个蛇头。行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死吧！哈哈哈，真是弱小啊你们！撤，在我词典里就没有撤。不对劲，这相柳怎么强成这样了？这玩意儿苟了这么多年，战力竟然暴涨了这么多。就算陆明上，看现在这个架势，也绝对打不过相柳了。要不要出手？再不出手，陆明可就危险了。上吧，陆明不能出意外。这场剧本的结局已经注定了哦，你们不能更改呢。谁？五军初期，这气息，冤神教。我们刚才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，对方绝对拥有极高水平隐蔽气息的秘法或者序列。五军初期，冤神教真是没人了，竟然只派了你这种程度的垃圾过来。我和叶老皆是五军后期的强者。五军后期跟五军初期的差距，比人和狗的差距都大。这种垃圾根本不值得。你们该不会以为我们就那么傻吧？你们能猜到我们会派人来对陆明出手，难道我们就猜不到你们也在？你以为凭你一个人能打得过我们两个？不需要打赢你们哦，我只要拖住你们一小会儿就够了。等你们清醒过来，就能看到陆明小朋友的尸骸了哟。暗华阵，不对，幻术，他是花魁！妈的，怎么是这个恶心玩意儿？花魁，元神教12执事中的第9职官，超高位序列第29，阅读的觉醒者。今天我特意为了你们带了鸣锣伞哦，半小时后我会让你们出去的。真是讨厌，我一个美女和你们两个老男人待在一个地方，我丈夫可是会生气的。半小时，陆明都够死上1万次了。不行，全力突破！幻境无法靠蛮力灵力破开，只能靠灵魂力。战！我估算了一下，即便你们全力，至少也得10分钟才能。这是给我破！哎呀，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就不行了吗？没关系的，已经很棒了。相柳收拾一个亏损天赋的凝灵，跟捏死蚂蚁没区别。就算现在碎了，等他们冲过去，也只能看到陆明时。陆明，你小子一定要给我扛住啊！陆明，快跑啊！我们5个流灵变种，连相柳2个脑袋的一招都接不下。陆明今天彻底交代在这儿了。要是让异兽吞噬了主宰序列，后果无法想象。陆明，让我吞了你，成为最强的家豪。花魁那边撑不了太久，必须速战速决。就凭你，搞不清豪力的差距，就胆敢向黄金圣斗豪挑战，你连1/1000的胜算也不会有。陆明，快跑啊！会死的！
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在装什么？检测到宿主豪气冲天，已成世间最强家豪，开启隐藏任务，10大家豪争霸赛，争夺最强家豪之位，获胜者奖励很丰厚哦。宿主是否前往？还有这好事？去，当然要去，但在去之前，先解决了这畜生。